大的要来了！最近，波兰外长谢克尔斯基在波兰议会下院的直播中爆出了一个重磅消息。他坦言，北约军队已经到达乌克兰，这也是北约国家第一次证明已在乌克兰部署军队。而俄罗斯数次声称，北约一旦在乌克兰部署军队，就意味着和俄罗斯开战了。接下来，俄乌战争会迎来何种走向？今天大兵就和各位一起聊一聊。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北约想要下场俄乌战争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了。早在去年，根据 BBC 的报道，英国就已经在乌克兰部署了一支50人的特种部队。法国、美国、拉脱维亚等北约国家也在乌克兰部署了数十人的特种部队。当时的俄罗斯声称，如果北约在乌克兰部署部队，相当于和俄罗斯宣战。而在2月份，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声称不排除向乌克兰派兵的可能。虽然事后他又撤回了这一言论，不过俄罗斯依旧给出了强而有力的核威胁。然而，当波兰这次真的坐实了北约下场后，俄罗斯的反应却远不如想象中的激烈。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早在3月11号对此回应称，北约的加入将会是一场徒劳。这就有些奇怪了，俄罗斯总是声称，如果北约在乌克兰，就要同北约开战。按照他们的说法，俄罗斯的钢铁洪流应该已经横扫欧洲31国 ，T90 和小绿人在凯旋门下搞阅兵了。但现实是，俄罗斯的回应只有淡淡的一句话。从上面这些例子我们不难看出，所谓北约不得进入乌克兰的红线，不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而是猴子的屁股越摸越红。俄罗斯打着阻止北约东扩的借口进入了乌克兰的土地，但结果是乌克兰仍然是北约伙伴国，依然有机会加入北约，而来自西方的大量军援也帮助乌克兰完成了军队改革的最后一步，即装备北约化。现在的乌克兰军队在陆地上有豹2挑战者艾布拉姆斯，在天空中也即将拥有 F-16， 炮兵部队所使用的炮弹也从俄式的152毫米炮弹换成了北约标准的155毫米炮弹。凯撒、弓箭手、M777 等一众北约明星火炮，乌克兰应有尽有。可以说，俄罗斯是一手促成了乌克兰的北约化。当然，俄乌战争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确实暂时阻止了乌克兰正式成为北约成员国，北约确实没有东扩，但向北扩张了。芬兰和瑞典这2个在长达数十年冷战中都保持中立的国家，却因为俄乌战争加速了进入北约的进程。俄乌战争加强了欧洲国家的不安全感，而这些不安全感让他们可以搁置以往的矛盾，并团结在一起。在去年，芬兰加入北约，而今年3月，瑞典又加入北约，使得北约在冷战之后获得了最快速的扩张。俄罗斯画出的红线就像一张红毯，迎接着更多国家加入北约。而在俄乌战场，俄罗斯在今年年初取得了一定阶段的战争成果后，就再次陷入了拉锯战。不仅如此，其空中和海面部队也遭受了沉重打击。黑海舰队被堵在港口，而波罗的海舰队被北约国家包围，寸步难行。俄军4大舰队中，只剩下太平洋舰队和北海舰队还留有移动空间。而俄空天军不仅损失了大量空中力量，就连珍贵的空中预警机也是说掉就掉。之前网上不断有人猜测 A50 坠落是因为北约下场，但大兵认为呢，正是俄空天军被极大的削弱，才为北约提供了下场的机会。现在所有的预先条件已经凑齐，俄罗斯虽掌握着战场主动权，但正处于强攻后的疲软期。如果此时北约决定下场，将有可能直接扭转俄乌局势。唯一不确定的事情就是北约的首战要选在哪里。去年12月开始，北约4万大军就集结在波兰和波罗的海3国进行联合军演。其军演的重要的一个项目呢，就是在各类设备的帮助下，快速地将大批装甲力量渡河。来自法国、德国、波兰、英国和美国等多国部队，在波兰科尔泽涅沃附近渡过维斯瓦河。渡河地点宽约400米，北约军队将利用机动浮桥快速地渡过河面，同时假想敌还会在渡河期间对渡河部队进行干扰和伏击。最终，北约在8个小时内将英国的第7机械化旅的750辆装甲车以及1000多名士兵成功地送到了河对岸。有的兄弟可能会疑惑我们不是要讨论北约在哪里下场吗？怎么又拐到北约军演上了？
大兵认为，这次军演其实就是北约正在模拟他们在进入乌克兰后即将发生的事情。之前大兵做过一期视频，设想乌军在北约军援下，在赫尔松方向成功渡过第聂伯河，开辟第3战场。该地的乌军和俄军隔河相望，由于赫尔松对岸全部都是沼泽地，易守难攻，所以俄军并没有将主力部队安插在这里。如果乌军和北约军队选择在此地发起突然袭击，只要渡过沼泽地带之后的土地就是一马平川，克里米亚将直接受到乌军的威胁。恰好去年年底，乌克兰又向德国购买了一批架桥设备，再加上去年美国援助的50多辆架桥机，乌军足以在短时间内在500米宽的第聂伯河上架设一座足以通过坦克的浮桥。如果在此时一发金牛座导弹袭击了位于克里米亚的克赤大桥，那么赫尔松南部的所有俄军补给都将被切断。这一计划也被德国军官谈话录音所证实了。北约军队可以由此长驱直入，对克里米亚方向形成有力攻势。而对于俄罗斯来说，任何占领区都不如克里米亚重要，因为这里是俄罗斯官方声称的领土。普京和俄罗斯国防部绝对不会允许俄本土遭到进攻。这样一来，俄罗斯就无法在如此之长的战线上保持全线进攻态势，俄军势必要放弃一些地方，调集主力部队在赫尔松东南部进行防守。这样一来，乌克兰军队的压力将得到缓解，无需再分散兵力维持阵地，可以继续维持去年的打法，即利用少量部队佯攻，主力部队进行奇袭。更重要的是，如果北约陆军下场，那么空军和海军也不会闲着。如今北约海军也在波罗的海地区蓄势待发，一旦战事有变，即可从北方逼近俄罗斯圣彼得堡，增加对俄罗斯本土的防御压力。虽然北约下场可能会有这样的结果，但大兵认为北约不会将自己全面卷入俄乌战争，更多的可能性呢，还是以营或者旅级别的地面部队进入乌克兰，以辅助乌克兰巩固防线，尽可能的夺回被俄罗斯占领的土地。其根本目的呢，还是为了以打促和，让俄罗斯重新回到谈判桌上。而对于俄罗斯来说，除了在列宁格勒军区新建立了2个步兵师以外，并没有其他的军事动向，以回应北约进入乌克兰。除此之外呢，俄罗斯媒体一直在鼓吹，最近俄军击毁了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海马斯火箭和艾布拉姆斯坦克，以此来宣传俄军战果。但大兵认为，该事件不仅没有彰显俄军的勇猛，反而暴露了俄军的很多的不足。如果要让俄军士兵投票，最恐惧乌军哪款装备，海马斯火箭系统一定名列前茅。自从2022年6月底参战以来，俄军就遭到了海马斯系统的惨烈压制。就算是位于战线几十公里外的指挥所和弹药库，一旦被乌军或者北约的侦察系统发现，就难逃一发227毫米火箭弹。最近的一件事呢，就是2024年2月20号，俄军近卫第36独立摩步旅在顿涅斯克的特鲁季夫斯克附近遭到了海马斯火箭弹的打击。乌军声称该事件造成65人丧生，包括该旅的旅长穆萨耶夫上校。在之后的几天，俄军又遭到了海马斯火箭的数次打击，每发222毫米火箭弹平均能带走20多个俄军的生命，杀伤效率非常惊人。这些事情让俄军对海马斯十分恐惧，天空对于他们来说都是致命的，因为一旦被无人机发现，也许很快就会有火箭弹降落到自己头上。于是在3月6号，俄罗斯放出大招，公布了俄军摧毁海马斯火箭弹的视频，这也是海马斯被首杀。从视频中可以看到，俄罗斯的侦察机距离海马斯有相当远的距离，很快海马斯附近的空地就发生了爆炸。爆炸引燃了火箭弹的发射药，导致它们剧烈着火并飞出了发射装置。但注意啊，由于海马斯火箭战斗部采用了惰性炸药，除非被直接引爆，否则其安全性还是很高的。因此这些火箭弹只是乱飞，并没有产生殉爆。另外，这次对海马斯的猎杀行动，俄军破例地使用了伊斯坎德尔地对地导弹，每发导弹的价格约为300万美元，而一辆海马斯的价格呢，约为450万美元。看似是一笔划算的生意，但要注意啊，每辆海马斯都要经历俄军数次猎杀。以往乌军使用海马斯都是在隐蔽物中发射，打完就跑。等俄军反应过来，再使用火箭炮反击时，海马斯早就逃之夭夭了。今年1月，
俄军无人机就盯上了一辆海马斯，但这辆海马斯在攻击后迅速躲进了一旁的树林。随后，俄军的火箭炮弹就对这里进行了洗地，但并没有命中目标。而这一次，海马斯虽然被俄军击毁，但它对俄军造成的损失已经远远超过本身的价值。且不说被他定点清除的俄军将领，光是用于猎杀他的俄军装备，恐怕就够450万美元了。另外，在这次袭击中，伊斯坎德尔并没有打中海马斯，而是落在了距离海马斯5到10米外的空地上。如果运气好一点，也许这次海马斯依旧能够逃脱。这也侧面印证了俄军装备的精度存在很大的问题。所以综合来看，之所以俄军能够击毁海马斯，并不是他有多强，而是乌军给了机会。如果和以往一样，采用打完就跑，或者躲在遮蔽物内发射，恐怕俄军依旧只能单方面挨打。仅仅是几辆海马斯就让俄军如此头疼，不知道和北约军队面对面时，俄军又该如何应对呢？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